老板，您再说一遍，我这彩票中了多少？7个号全中，1等奖2个亿，扣完税也有1亿多，赶紧收好，别让任何人看见。妈，我晚点回去，我有件大事想告诉你。回来正好，我也有事儿通知你，明天请好假，跟我去公证处。公证处？去干什么？明天跟我去公证处，家里这2套房全过户给你哥。2套都给我哥，那您以后生病、养老需要人照顾，也全归我哥负责。1个月挣2800，还敢跟我谈条件？离了这个家，你连西北风都合不上。你确定要怎么做？妈，我只问一句，您是觉得我不需要房子，还是觉得顾家的东西本来就不该有我的份？顾成川，你记住，顾家的东西都是你哥的，和你1毛钱关系都没有。你1个月挣了仨瓜俩枣的，就别在这惦记了。老二，都是一家人，房子先放我名下和放你名下有什么区别？程川，你月薪2800，租个小房子够住了。你哥以后做大了也不会忘记你。行，房子过户给我哥没问题，但有个事儿我也得说清楚。说，既然顾家的东西和我没关系，那以后顾家的事儿也和我没关系了吧？什么意思？养老。妈，你说了，家里的东西都是哥的，那以后您生病、养老、看护这些也归哥全权负责。我一个和顾家没关系的人，没理由掺和。明天公证处几点？我准时到。你今天敢出这个门，以后有本事就别回来求我。放心，不会有那一天。您好，我想预约大额兑奖后的资金托管。顾先生，资金规模大概是多少？2个亿。明天上午9点，我们安排专人陪同您办理。这一次，我先选自己。房子可以拿，这份养老协议绝不能签。那正好，2份都不签。我先说明，任何协议都不能免除子女的法定赡养义务，但你们可以就家庭财产处置、日常照护和费用承担比例做内部约定。我不讨法规义务，我只是要求拿走2套房的人承担主要费用。顾女士，2套房按继承本应由您2个儿子共同分配。顾成川先生愿意放弃份额，是重大财产处分。您确定要将利益全部给长子？确定。也同意长子承担主要养老及医疗费用。你想清楚，以后住院请护工都是钱。嫂子，2套房市值300多万，你不会只想拿房，不想出护工钱吧？2个亿已经到账，既然你们不义，那房产不要也罢。切！我老大孝顺，不像有些白眼狼。老二，回头哥请你吃顿好的。不用，以后妈有事儿，你别忘了先到。你今天走了以后，就别指望家里帮你。放心，我不指望了。砧板啊，外面房租可不便宜，你要混不下去，回来跟你哥认个错。嫂子以后好好照顾妈，协议写着呢。
顾先生，税后到账2047万，您确定暂时不购置高曝光资产，也不向亲属披露？确定。本金安全第一，留300万流动资金，其他做分散配置。很多年轻人突然得到这笔钱，第一件事儿是跑车和豪宅。我刚丢了2套房，已经学会一件事：写在自己名字下面的钱才是自己的。程川，妈说你搬出去了，你还好吗？这是家里第一个问他好不好的人。挺好，姐，你别担心。缺钱就告诉我。真不缺。谁终于不用再讨谁的认可。因为家里的事儿，程川，现在行情差，你出去未必还能拿到6500。不是冲动，我只是想做点自己真正擅长的事儿。年轻人别眼高手低，公司给你平台，你离开平台，谁认识你？你要房子有什么用？都是先把一个人贬低，再告诉他只能依附自己。那我出去试试，看没有这个平台，我到底是不是废物？真做内容公司就找我，我认识几个客户，未必有大单，但能让你开张。赵哥，谢谢。这是他离开旧生活时收到的第一份善意。您完全可以选择更好的。车是拿来走路的，不是拿来告诉别人我有多少钱。第一次可以自己决定往哪儿开。老二，我公司接了个大单，差3-5万周转，你先借我，月底就还。我辞职了，手头紧。你脑子有病吧？可能以前病得更重，总觉借出去的钱能换来亲情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没钱。程川，你个公司出大事了，30万项目款全被骗了，你赶紧想办法。那就报警。不能报警，你哥说了，对方有背景。不能报警。你哥说，你把房产份额折成现金，至少能值100万。明早之前把钱送回来。妈，我的房子不是已经送给你最有本事的儿子了？你多心的小驴子！你哥公司倒了，顾家就完了。顾家完不完，跟我这个废物有什么关系？先拿10万给你哥救急。就算我有，也是我的。你个白眼狼，那是你亲哥。我是他弟，不是他的备用账户。你辞职卖电脑还借钱，就为了租这么个毛坯？纠正一下，电脑没卖，钱也没借。那你哪来的启动资金？以前攒的。别问，钱干净，人清醒，项目靠谱。
那我跟。两位老板，我是不是来早了？前台呢？你刚路过的就是。我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吗？月底发工资之前都来得及。我没打算靠2000万躺一辈子，钱能给我退路，但我要亲手证明，我不是谁嘴里的废物。丰源广告做了我们半年，数据没起色，你们只有3个人，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不凭公司规模，凭这张表。丰远一直拍菜，却没拍谁在什么场景下想吃这道菜。我们不先烧头流，先用7天测试3类内容：下班快餐、家庭聚餐、夜宵情绪。数据赢的方向，再复制到20家门店。20万预算，你敢写结果不达标退服务费？敢，不是赌，是我知道问题在哪。签。第1单拿下了，川行传媒正式开张。第1条视频播放过100万9位宝账号3周涨粉5万。沈之毅发来续约意向。哟，还真让你开起来了。有事？你带着团队回丰远，你哥给你一个创意总监。工资多少？一家人谈什么工资？和我公司时就开始谈一家人。你这3个人的小作坊挂到丰远名下是抬举你。丰远做不好的客户，我做成了，到底谁抬举谁？你抢你哥客户！唐女士，是丰远连续3次未达成合同目标，我们到期后重新招标，顾总靠方案赢的，不叫抢。他一个文案，哪来的胆子开公司？说不定爸以前偷偷给他留了钱。还有，他明明接了20万，还说没有50万，肯定藏着更多。九味坊是我的客户，他拿这个案例做起来，等于踩着我上位。那就把团队和客户都拿回来。妈最听你的，只要妈开口，他不敢正翻你。先让他回家。兄弟之间借钱，写不写借条还不是我说了算。顾总，我想去一家把客户的钱当项目费，把员工工资当工资的公司。欢迎，但丰远的客户名单和内部文件一样都别带。我们靠能力赢，不靠偷。顾成川，你不是说没钱吗？20万的合同哪儿来的？明晚回家。50万，你必须给我一个说法。你
50万，我就当没生过你。你上次说这话，审了我2套房，这次又准备审我什么？明晚回来吃饭，你姐也从外地回来了。他知道，这顿饭不是团圆，是估价。你真开公司了？小公司刚起步。别硬撑，有难处告诉姐。程川，妈前阵子说话是重了点儿，一家人哪有隔夜仇？丰远现在有个短期窟窿，需要50万周转。你公司刚签20万合同，再找客户预支一点，凑一凑。程川刚创业，合同额又不是利润，你怎么能让他拿客户的钱填你的账？姐，你不知道，他嘴上说没钱，背地里租办公室招员工，都是亲兄弟，他明明有能力，非看着程峰倒。我公司的钱要发工资、付房租、做项目，别说没有50万，就算有，也不会拿去填一个说不清的窟窿。你哥公司倒了，顾家的脸往哪放？我的公司倒了，你们谁问过我往哪住？你不是好好的吗？所以活该继续被你们吸。老二，我给你脸，你那个9位房本来就是丰远的客户，你靠我的资源挣到钱，拿50万回来天经地义。合同到期公开比稿，你交的方案客户看了6分钟，我交的方案他们签了1年。你少得意，没有你哥在行业里铺路，人家认识你是谁？美玲，程川从小到大的成绩，你们拿过1分给他吗？青梅，你闭嘴！嫁出去的人少管娘家的事儿。妈，你为了大儿子把小儿子的房子拿，现在为了大儿子又骂女儿是外人，你到底有几个孩子？我怎么做轮不到你交？你不肯借50万，我就当没生过你。这是你亲手签的，2套房归顾成峰，他承担主要养老和医疗费用。撕，公证中心有存档，你撕1张，我明天补10张送到你公司。算不错，50万没有。顾成川，你公司能做起来，无非是手里藏着钱，我们早晚查清了。慢慢查，查清楚之前，先查查你老公公司的账。程川，你刚才为什么提账？哥说30万被骗，却不敢报警。妈逼我拿钱，他也只催我，没催项目方。你怀疑他撒谎？我只是不再相信没证据的话。明天下午有品牌资源会，来不来？丰远原来的项目方也会到。来。顾成川，顾成峰的弟弟。你认识我哥？当然。那30万预付款，我2个月前就退回丰远账户了。30万，1分不少。麻烦您再说一遍。丰远执行跟不上，我们终止项目，30万原路退回，有银行回忆，也有双方盖章的解约书。退款后，我哥有没有要求转入其他账户？没有，钱进的就是丰远公司账户。需要我回避吗？不用，家丑已经追到行业会上了，再折也没意义。顾总，我多句嘴，丰远的问题不是没业务，是账和执行都乱。顾成峰把公司当自己的钱包，早晚出事。2个月前收到退款，1个月前逼我拿10万，半个月前又要50万，不是项目亏损，是他们发现我还没被榨干。准备回去摊牌？现在摊牌，我妈只会说回执是假的，让账自己开口。直接发家庭群，让他们社死。没用，他们会说我嫉妒造谣，联合外人害亲哥。
那就留证，原始录音回执解约书各存3份，我做剪辑的。最烦别人说视频拼接，原件、时间、哈士值、云端备份，一个都不能少。涨工资。顾总，我不是来借钱的，我想问你哥是不是从你这里拿过50万？没有，他跟我说你答应注资，所以让我追加50万。我钱打进去后，第2天就被转走了。转去哪儿？一家叫美林焕颜的工作室。我问他，他说是项目渠道费。可那工作室法人是你嫂子啊？为什么来找我？因为他拿你做担保，我得确认你到底知不知情。我不知情，也从未答应注资。梁总，建议你尽快保全账目，找律师。你跟你哥不一样。九味坊是丰远养起来的客户，你拿我弟弟的身份套近乎，算什么本事？顾总，请你离开拍摄现场。沈总，我们合作半年，你为了一个3个人的小公司翻脸？丰远合作半年，24条视频平均播放3700，核销109单。川行合作3个月，账号涨粉12万，核销16000单。我不是为了谁翻脸，我只为结果付钱。哥，客户不是房子，妈不能签个字就过户给你。你别得意，你手里那点钱很快就得拿回来救妈。什么意思？程川，我托银行的同学查了公开抵押信息，妈把郊区那套房抵押了，贷款80万，钱进了丰远。姐，先别告诉妈。为什么？30万退款，50万投资，80万抵押。哥不是缺钱，是在把每个人的钱搬进一个无底洞。那更应该揭穿他。还差最后一个证据，钱最后去了哪？客户送的40多万，不算什么。哥，哪位客户这么大？哥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这车到底哪儿来的？我挣的。怎么，你一个开小作坊的也配查我的账？哼！顾成峰涉嫌职务存占，请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。程峰今年不容易，公司那么难，还给家里换了辆好车。程峰说了，男人再难也不能让家里人看出来。不是说公司差80万，供应商天天催吗？已经稳住了，年底接了几个大单。那30万项目退款，你总认识吧？什么退款？原北航说，项目终止后，30万原路退回丰远账户。他胡说，那个人就是骗子。骗子会主动退款，还给盖章解约书。程峰，你不是说钱全没了吗？妈，公司的账你不懂，钱退回来又赔给供应商了。那为什么4个月后你能买40多万的车？都说了是客户送的，你们一个远嫁的，一个净身出户的，凭什么回来审我？凭那2套房里有爸留下的东西，凭妈拿房子抵押了80万。你怎么知道？妈，是我查的。我愿意帮你哥，轮不到你们挑拨。那你知道50万进了美玲的美容店吗？顾青言，今天过年，你们俩非要把家拆了是不是？家不是我们拆的，是有人拿着一家人的钱给自己买车，给老婆开店，还让妈背80万带财。够了，程峰是做大事的人，资金临时周转怎么了？这房子迟早也是他的。姐，证据收好，我们走。顾成峰，我给你3天退钱，你不退还伪造合同，我只能报警。顾成峰，关于丰源广告50万元资金去向，请配合调查。妈，你快说，那50万是你给我们的，我给的是80万，哪来的50万？是你让梁世兴报警的。你不拿他的钱，我叫谁报警都没用。程川，50万而已，你不是开公司了吗？你替你哥还上，让那个人撤案。这是刑事调查，不是还钱就能当没发生。你少装！只要梁世和说是借款，程峰就能出来。你跟他谈，你现在就去。为什么是我？因为你是他弟。他拿钱的时候想过我是他弟吗？妈，你再打一下试试。我丈夫被亲弟弟设计抓走了，这个弟弟开着公司挣着大钱，却眼睁睁逼亲哥坐牢。顾成川，你不救他，
我就毁了你。顾总，九位旁暂停续约。可以暂停，但不能认输。2套房都给了弟弟，弟弟仍不养老。把他们不敢公开的账整理出来。全是反的，房子明明给了他哥。他们用了剪辑，把嫂子那句亲弟设计留着，把警察说涉嫌职务轻章剪掉了。顾总，要不要先发个道歉，说是家庭误会？我没做错，为什么道歉？可舆论不等证据，所以更不能情绪回击。我们只发一次，发完整证据。原始直播、恶意剪辑、转发账号都已经取证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把家事和刑事案件分开，不泄露侦查材料，也不给对方反咬的机会。不能公开什么？你放弃房产的公证文件、家庭费用协议、对方上门借款的录音以及公司独立经营资料。至于丰远账目等梁世浩和警方依法披露。品牌方怕风险，所以先暂停。但我个人相信你。为什么？一个真想吞家产的人不会把300多万房产全让出去，一个靠彩票躺平的人也不会凌晨3点陪团队改方案。别急着谢，我只是替事实站队。妈，你告诉大家，程川是不是从小就嫉妒他哥？你说啊，只有舆论起来，梁世恒才肯和解，程峰才能回来。程川这孩子从小心思重。妈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我是在救你哥。你救他的办法就是再毁一次程川。姐，你别装好人，程川不给钱，程峰就要坐牢。他坐牢是因为拿了不该拿的钱，不是因为程川没替他还。看清楚，市区学区房、郊区新房全过户给顾成峰，程川1平方米都没拿。我只说3件事：第一，我自愿放弃父亲留下的全部房产拼额，2套房均归顾成峰。顾家的东西都是你哥的，和你1毛钱关系都没有。第二，我没有举报顾成峰，也没有参与警方调查，报警人是丰源广告合伙人梁世俊。顾成峰以项目为由从公司转走50万，资金进入他妻子的美容工作室。报警的是合伙人，嫂子为什么说是弟弟设计？美容店的50万到底谁拿的？2套都哥哥，为什么还要弟弟出钱？第三，川行传媒的注册资本、项目收入和丰源没有1分钱的关系。川行传媒以笔杆第1名中标，全程有评分记录。亲情不能成为侵占的挡箭牌，谁负责谁造谣，我也会依法追究。你赢了，现在满意了？我没跟你比赛。梁世新只要改口说那50万是借款，我就能出去。你替我给他100万，他一定答应。到现在，你还觉得我的一切都该拿来救你？妈抵押的80万被我花了，你不救我，银行就收房，妈连住处都没有，到时候全是你的错。老二，逃不掉，这个家烂了，你也得回来填。银行刚发了处置通知，郊区房贷款逾期，30天后进入拍卖程序。车卖了还能还点钱，至于你儿子，我不等了。你有钱请律师开公司，为什么不拿钱救你哥？因为他缺的不是钱，是底线。职务侵占案现在宣判。想走的人都走了，剩下的陪你把这仗打完。九味堂的数据没掉，客户早晚看结果，咱先把活干好。这个月工资照发，奖金暂停，愿意留下的等风过去补上。不是施舍，蓝海商业要做危机公关内容，预算80万，我把你们列进中选。你不怕我们自己就在舆论里？正因为你没用假眼泪对抗假眼泪，我才觉得你能做。一个家庭道德都有争议的老板，怎么替集团管理声誉？危机公关不是删除负面，而是回答3个问题：事实是什么？证据在哪里？责任谁承担？负面持续27天，我们只做证据保全和业务交付。所以，你把自己的危机当案例？我把自己当测试对象，能扛住真实舆论的人，才有资格拿您的预算。80万试单给川行。
团队终于扳回一局。美容店是他要开的，车也是他非要买。是你说客户款随便用，你现在想让我替你坐牢？顾成峰犯职务侵占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处2年8个月，并责令退赔。你先走吧，这里有我。姐，银行那边房子是妈自己抵押的，你没有义务再卖公司救她。爸，公司站住了，你儿子不是废物。程川，妈对不起你，我把你哥当成顾家的希望，把你当成给他铺路的人。你不用原谅我，我不配。郊区房30天后拍卖，是吗？贷款我处理。80多万，你哪来的钱？那天彩票就在你兜里，对，你为什么不说？如果我说了，那2000万还能信顾程程吗？我到底干了什么？你把2套房给了他，把80万给了他，现在他进去了，房子也快没了。你是不是早就等着看这一天？不是，我不是怪你，我只是……妈，我没等着看你倒霉，我只是终于不再替你们的选择负责。贷款我还，不是因为哥，也不是拿钱买你的道歉，那是爸留下的房子，也是你最后的住处。房子过户给你，妈什么都不要。不用，我会让律师加一份居住与处分约定，房子留给你住，未经供认人和债权人确认，不能再抵押给任何人。这里还有6万3，是我这些年剩下的，你拿去，能少赔一点是一点。这不是给你哥的，是还你。你留着生活，92万对现在的我不是救命钱，但对你是最后的安全感。那你就不怕我又给程峰？怕，所以协议会写清楚。程川，妈以后不替任何人拿你的东西。这句话留给以后证明。顾女士，顾先生不是受理房产，而是替您解除抵押危机。未来若再次擅自抵押或替顾成峰担保，相应损失由您自行承担。我知道，妈能去看看你的公司吗？现在不合适。好，等你愿意。顾总，恭喜！从被暂停合作到年度总贷，你用了3个月。是团队用了3个月。老板是不是对沈总有意思啊？先把你拖了3天的设计稿交了。不撕，证据为什么要撕？终于有自己的家了。以前总想从妈手里分一个房间，现在发现自己买一套也没那么难。有钱了就飘。他拿着2000万看我坐了2年牢，凭什么让我踏实？你中了2000万，却1分钱不救亲哥！今天当着所有人说清楚，你还是不是顾家的人？你坐牢，不是因为我没给钱，是因为你拿了不属于你的钱。我公司困难时，你手里有2000万，转头拿我的客户开公司，现在还敢说自己清白？第一，久未庭公开笔稿，评分记录和合同都在。第二，你拿项目退款买车，拿合伙人投资给前妻开店，伪造合同后被判刑，判决书也在。第三，我的彩票是我的合法财产，
他没有义务替你填犯罪的窟窿。我们是亲兄弟。你抢我房产份额时说长子该拿，你借钱时说亲兄弟该帮，你分钱按规矩，担责谈亲情，全天下的好处都得归你。房子是妈给我的。也是程川亲手签字让给你的。你拿到300多万房产，又拿走妈80万，还嫌弟弟没救你。妈，你告诉他们，顾家的钱是不是应该一家人分？程川的钱是程川的，当年是我偏心，逼他把房子给你。后来我又抵押房子替你填窟窿，你坐牢后是程川拿92万保住我的住处。还有2000万，92万算什么？你看，别人给你2套房92万还是2000，在你眼里都不够，因为你从来没想过自己该付出。我不管，川行做的是广告，我有经验，我至少要当副总，股份给我30%。刚出狱就来应聘副总，简历挺有冲击力。川行不录用有职务之侵占前科且拒绝披露利益冲突的人。你要逼死我！临江市每天有几万个岗位，你可以投简历，可以从基层做，可以靠劳动重新开始。但我的公司、我的钱、我的人生，都不会再给你托底。爸的表一直在我这儿，你不是最惦记爸吗？给我10%股份，这表还你。你不是说表早丢了吗？一块破表而已。你连爸留下的东西都能拿来勒索。林律师，父亲遗物属于继承财产，麻烦记录，后续依法要求返还。已经录下来了。我想念爸，不代表你能拿爸控制我。这一巴掌是替你爸打的，该是谁的就还给谁。他没有道歉，但他停下了。郭先生，您刚才的威胁和动手行为已经完整录像，继续闹，我们报警。自己走，别让妈再替你求第2次。不是为家丑，是为一个人终于守住了自己的边界。云顶餐饮全国品牌全案项目正式签约川行传媒，合同金额800万。我就放门口，你们忙。妈，天冷，回去慢点。我曾经以为2000万是我翻身的底牌，后来才明白，真正救我的不是彩票，不是公司，也不是谁迟来的道歉，是我终于敢承认，有些亲情只会消耗你，有些责任本就不该由你承担。我叫顾城川，27岁，曾被亲妈骂废物，被亲哥当提款机，被嫂子踩在脚下。现在我不是谁家的老二，开会，我是我自己的人。